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涵彬，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台风来袭，不止台湾要防台，日本也是哈，在台海的日本舰朝雾号呢，被发现竟然现身在淡水河口来避风。好，这个是日本海上保安厅排水量达载重万吨级的巡查船朝雾号，它现身在淡水河口西北面约24里处，缓缓的进入台海北方海域，并且在这个船舶自动辨识系统上面罕见的挂出避台风的注记。好，那不仅仅是在这个淡水河口来看到呢，日本还有海上的保安厅巡视船有3艘都出现在台湾海峡了。最北端的呢是位于苗栗外海的载重级直升机巡视船寒梅号。那再来呢是中部的澎湖外海也有一艘大型巡视船竹富号，而在南端呢是恒春半岛外海的这个中型的巡视船伊良部号。好，这3舰就是从北中南包围了台湾海峡的西侧藉由中央山脉的天然屏障，要来躲避太平洋的狂风巨浪。好，不仅仅是日本的船舰要来躲台风我们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呢也是非常的戒备就是因为呢巴威台风直扑上海还有这江闽地区而来。好，所以现在呢中国大陆呢也是紧盯着这个巴威台风的动向，甚至来看到了这个网络上面的热搜，微博上面的热搜前几名呢都是巴威的这个热搜，就是大家担心这个巴威台风竟然是在台湾无损直冲中国而来，所以中国大陆的网民呢也很担心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大举的洗版显示中国对巴威台风严阵以待。网友也怎么说呢？说这次完全没有被台湾的神山削弱，我们浙江躲不掉了，还说巴威快转弯，转着去日本玩吧，别来中国。好，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台风一来，所以现在这个军事方面就暂时休兵，没有，在这个台风之下呢，海面下呢还是一样态势依旧的紧绷。来看到呢，日本的预警金在7月9号、10号的时候呢，是分别在钓鱼岛以东、宫古水道以西，还有东海的防空识别区北部空域来进行高强度动作，就是这一架这个日航空的自卫队的1767预警机不断的在这里进行的活动。那甚至呢，来看到纽西兰也考虑了说他们要加入澳洲还有斐济共同签署的什么和平之洋联盟就相关的事宜要来展开磋商。为什么要来加入呢？似乎就是因为中共来设潜舰飞弹，然后造成呢南太平洋有这种结盟的态势但是要结盟能够反制得了中国大陆吗？我们来看到最近这段影像呢，让美媒炸锅了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歼36，竟然是完成了一个左滚转加大坡度转弯连续爬升的一个机动动作机头仰角呢是明显超过了传统认知中无尾布局飞机的极限也就是说呢，它即便是一个新型的无尾战机，但是它还是可以这个推升的角度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就严厉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个空战的实力呢，似乎是技术是越来越好了。那另外来看到更厉害的是什么？是他们去下潜舰、下水饺的这个速度因为现在呢，中国海军已经拥有超过了90艘的现代化驱逐舰还有护卫舰了。这个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海军驱逐舰的数量，从2003年的20艘，现在约已经有50艘了。所以真正改写太平洋战局的恐怕不是航母，反而是这背后90多艘的舰艇。好，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实力的大爆炸，是不是代表说呢，亚太的海权甚至是空权呢，都要被改写了呢？我们先来请教小舰长。
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这个预警机一直在东海活动。那它其实活动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就是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一个区块的位置啊，另外一个位置呢，它就是在钓鱼台的这个位置。那这为什么会在这两个位置？第一个，也就是它最重要的，也掌握钓鱼台海面到底有多少的解放军的舰艇以及中国海警的舰艇。那至于说这一个位置呢，也就是春晓断桥天外天的这一个油田的附近啊，那他们最近呢，对于这附近的船也是非常有意见的啊。那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透过这一个 CSIS 的智库发表了一连串的这些论文啊。那至于中国大陆的舰艇啊，那我帮大家精算了一下啊，也就是我们如果不算航空母舰，不算两栖登陆舰，那或者是攻击舰的话，其实它的所有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加起来啊，一共是98艘。那这里面还不含056A 哦，也就是通通都是4000吨以上的舰艇，一共98艘。那这样的舰艇，其实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中国崛起的态势，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它是作为近海巡逻，例如说我们看到的054A 的部分。那当然054B 现在也开始下水饺了，现在被大家看到054B 在这个船坞里面呢，一共有4艘啊，那包含还有这种大型的超过6万吨的这个补给舰啊。那其实为什么他们造这么多船呢？那中国大陆是不会告诉我们他要做几艘的航空母舰的，但是呢，航空母舰它要配置一定的打击群，最少要有1艘的055，最少要有2至3艘的052D。其实这些数量是为了满足中国大陆的这一个未来航空母舰的发展。如果我们仔细看之前在这一个福建舰的这个影像中啊，那他的一个雷达士官长啊，那他跟这个习近平主席敬礼的时候，他说：“报告，那我已经是跟您接受您第2次校阅了。”意思是什么？第1次是在哪里？第1次是在山东舰，意思是他们会不断的训练成熟的往新的舰艇派。那至于说啊，有关于南太平洋的部分，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跟这一次的这一个巨浪的这个潜射弹道飞弹有关啊。那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关系，但是澳洲早就已经觉得芒刺在背了，所以在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个澳洲的智库来在提到说，中国对于澳洲的军事威胁。那同样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纽西兰来讲呢，其实也同样是如此啊。那这一则报道呢，其实他讲说，对于东海岸附近的中国舰艇上装有极强大的武器，其实没有什么极强大的武器啦，那就是055万吨驱逐舰而已。但是呢，也就是去年2月的时候，中国大陆的遵义舰编队直接到了塔斯曼海的部分，然后通过了这个纽西兰跟澳大利亚中间的海域，还在这一点啊进行实弹射击。那这一个部分其实才是我们讲到的这些无论是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些国家最担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万没想到，中国大陆的舰艇竟然就是3艘编队，直接的穿越过菲律宾的这个海域，然后进入到那个珊瑚海，然后穿越塔斯曼海，然后绕过这个澳大利亚的半圈，然后直接穿越这个巽他海峡，再进入南海啊。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一个舰艇的数量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中国大陆为什么这样的活动，其实中国大陆真正在进行的攻防兼备的一个演练，也就是一个 C 型包围圈。这个 C 型包围圈就是之前所讲到的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海域，也就是从日本、韩国这里画一个 C 型，一直到印度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解放军的海军为什么不断的向外推？因为它绝对不是以第一岛链的这一个防备为满足，那甚至它要超越第2岛链。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了，现在日本的这个军舰呢，到台湾来避台风，但是这背后有没有可能有一点借机想要跟台湾来进行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的一些意图呢？我们来请教杨永明教授。其实台湾的海巡署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一直相互的关系都不错。虽然我们在钓鱼台事件的时候，差不多10多年前了，也曾经因为钓鱼台的这个事件。所以呢，双方有在海上有一些对峙啊，那特别针对渔民的权益呢，有一些对峙，甚至相互开水炮的情况。但后来签了台日越协议之后呢，这块的区域的这个纷争就减少，可是持续的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那我这边想要讲的是哈，其实是大家会感觉到夏季变长了，然后呢，气候当然变得更加炎热了，而且极端的气候下雨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这1-2天我们得到的验证，就这几年台风的方向逐渐偏北了。那这个当然都跟整个全球气候暖化以及海水的温度在提升有大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气候暖化特别过去这20年，相较于之前的100年它增加的速度这个快很多。那因此呢，夏天的这个时间就变长，而且极端的热的情况，尤其像是有些地方，那会出现相当炎热的情况。那你看今年的夏天，像去年，你就觉得去年已经很热，今年你看看整个欧洲、印度甚至美国，我想台湾这边呢，因为有台风的调节，有下雨的调节，所以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持续的这么热。可是当没有台风的时候那个热跟那个湿度我想在台北人就感觉很明显。为什么台风会往北偏呢？这个当然跟副热带气压的关系，以及海水的温度上升。因为台风大概都是26.5度的这种海水的温度作为它的燃料。然后呢，因为海水的温度上升，所以使它的范围扩大形成台风呢就往这个范围的这个扩大之后，往北偏的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再加上就是副热带气压的这个引导，所以有点像是方向盘一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特别在日本这几年那个台风数他们是用几号几号的，那数到后面都已经20-30号都还有了所以过去没有感觉到日本特别台风多，今年韩国、日本都很多。那台湾我们这边，尤其是过去10年，记不记得大家都说某某领导人这个命好，不是，事实上是气候暖化所造成的。那最后我谈到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试射了一个潜射飞弹巨浪3型，我一直认为是巨浪3型潜射飞弹之后，澳洲、纽西兰以及日本都反应这么激烈，那甚至美国也说不透明。相较于2年前它测试飞了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也打到夏威夷南部，美国那个时候还说感谢告知，各国反应也没有什么。我想这个大概从这些国家的角度来看，这2年中国大陆的军力发展非常明显、快速。尤其在去年93的时候展现的整个就是设备军容，因此又是比较新的。我们刚刚有提到90艘以上全新的这个船舰，那所以这些区域的国家就觉得压力比较大。同时，中美关系也在变化，但是还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规律，所以呢，他们在安全上感觉有压力，因此反应会比较明显。但倒过来，你觉得北京怎么看这个情况呢？你看看现在还在进行的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日本的再军事化，然后呢，跟美国、日本之间在上个月的演习，以及跟菲律宾的演习，然后呢，日本在军事化的作为，包含不只是经费增加，甚至要修宪，甚至可能要去日本、韩国都要购买美国的潜舰核子动力潜舰。所以站在中国大陆角度也觉得，你似乎军事针对中国包围的态势也越来越明显。所以他就要设置这个潜射飞弹，也是一种战略讯号。因此呢，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情况，在军事上的这个对峙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但这要取决于中美是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以及危机管控的机制了。好，不过论军事实力来看现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军事天平是不是已经有点倾斜了呢？我们来请教彬哥。我想不是有点倾斜，是大幅倾斜。因为实际上中国大陆，如果你是算这个054AB 以上吨位的这个，包括护卫舰跟驱逐舰的话，其实它已经破100艘了，那不是超过90艘，是破100艘。如果再加056护卫舰这种1000多、2000吨等级的，它已经100多快200艘了。
其实它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这几年采取的是一个战略撤退，他把防线布到第二防线、第二岛链甚至第三岛链，他把前线交给日本、澳洲这些来处理。其实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战略，因为他知道在第一岛链甚至在第二岛链内跟中国大陆去直接火拼，他是没有什么太大胜算，所以他一直在往后撤的当中，因为这个数量急剧，而且不要忘了，中国大陆不止在数量上碾压，实际上因为它的船舰是后造，它的船舰比美国的新，而且掌握的科技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比美国还要先进，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可是呢，我们看日本这次的动作，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是招募级居然到了淡水河口来，然后另外3艘全部在台湾海峡避风。请问一下，日本海上保安厅有必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执法吗？他为什么？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巴威台风的整个路径啊？我们1个多礼拜以前就在讨论这个台风了。你不晓得这个台风要来吗？你们必须要这么临时急迫的跑到台湾海峡来避风吗？这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显然这几艘船本来都在东海那附近，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跑来台湾海峡？那他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往日本本土撤，他实际上往日本本土撤就好了。他也可以避开台风的路径啊，那为什么选择不是往日本本土撤？我觉得他有点蓄意，就是假借避风的名义，我就是要停在台湾海峡这边。那这是故意跟中国大陆别苗头吗？是代表就是支撑台湾吗？我觉得我们还有待观察。那当然，因为他打的是避风，所以大概大陆也不会对他怎么样，也不会去抗议啊或干嘛。可是我觉得日本的小动作蛮多的，那搞这些东西，那就在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巴威台风，因为它比我们估计的还要更偏北，所以它几乎完全没有被台湾的中央山脉阻挡到。那这造成什么呢？一方面当然对台湾来讲是很高兴，风雨不会太大。但即使是这样，台湾其实到目前为止累计已经13个人受伤，其实它还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那可是它以相对完整的结构，因为今天听说它的那个双眼墙又出来了，对。它的整个结构又置换出来，所以表示它的中心结构在加强。那它如果以这样中心结构加强的情况，在中国大陆登陆的话，那恐怕会造成不小的损害。所以中国大陆的朋友真的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台风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哦，真的是必须要去注意。那导致日本最近动作如此之多，可是日本其实我觉得他大概还是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个数量上的明显的差距。那他所谓的最强预警机，抱歉，它是E3，它是根据E3修改过来的。那这个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科技。其实它上面用的，你不要看它这台很大，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比E3大50%，所以它的续航力跟它的这个里头的空间都比E3舒适。可是它上面用的是都普勒机扫雷达，那个是上个世代的产物。中国大陆的空警200、空警2000跟空警500用的都是 ASA 雷达，主动相位阵列式雷达，跟它根本不是一个世代的东西，所以日本在这一方面其实并没有很强。好，所以等台风过去了，在军事风暴上还是持续的在太平洋中上演。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除了掌握稀土之外，现在连关键气体也要来紧握在手。我们来看到呢，中国的商务部官网突然间公告了，说什么决定要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然后他指出呢，这个氦气被誉为是气体晶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人民健康还有国家安全。但是很奇妙的是呢，其实中国自己也是一个高度进口氦气的国家。2025年的时候呢，对外的依存度是高达84%，进口量是4913吨哦。氦气资源的稳定供应呢，是对于要维护中国的半导体啊、医疗啊，还有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安全呢，是有重要的不可替代重要意义。好，那既然它有84%都要依存国外，那是依照要是靠哪一些国家来进口呢？当然就是卡达还有俄罗斯了，他们就是全球的氦气核心生产国，这两国的产量就占了全球总产量近50%哦，所以氦气中国是高度
集中于卡达还有俄罗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两个核心气源地同步都在战争呢，都在受挫，所以导致他们的进口管道承压显著，氦气的供应缺口达到了60%以上。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突然间决定要缩紧出口，也是很有道理的啦。好，就是因为这个中东冲突啊，将氦气成了全球决定 AI 产业发展速度的一个关键变数，所以他们要先掌握这个变数。好，那因此呢，欧美现在也发现了，这是什么东西都给你中国掌握了哈，所以呢。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呢，也在北约峰会中啊，向各国领袖一一展示一张机密地图哦，示警北约啊要强化国防，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掌控供应链，武器材料还有稀土资源呢，都大量的被中国给掌控哦，12种的关键国防物资多达6种啊，一半啊都要靠北京来供应。好，不止关键材料被中国给掌握了，现在来看到外交的部分呢，也是一样，中国呢正在画自己的一个战略布局。来看到最近呢，中国的外交部真的是非常的忙哦，北韩的总理啊，还有哈萨克外长啊，还有非洲的纳比尼亚的总统啊，甚至是所罗门的外长呢，是接连的来跟中国来进行这个外交的拜访。哦，那现在呢，所罗门群岛总理啊，更离谱的是，他之前才在出来抗议说啊，你怎么可以没事呢来射一发这个飞弹哦？我们要强烈的抗议，这个不是朋友应该有的行为呢，也不希望看到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太平洋岛屿地区进行洲际弹道飞弹的试验哦，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哦。结果没想到，所罗门群岛的外长呢，就决定要在7月10号到15号正式访华。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啦，说我们跟所罗门群岛啊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新战略伙伴哦。中方也期待能够增进两国的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意思是什么呢？哦，飞弹我射了，但是要合作也是可以的啊，毕竟我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国呢。所罗门是不是你只有听话的份呢？好，但是我们来看到呢，澳洲司令啊就不这么认为了。他最近呢对于这个中国方面是非常的警戒啊，而且还直接说了大白话说，我就是要双标哦，我们澳军可以到你中国附近，但是你们解放军到澳洲就不一样了。来看到这个前澳洲国防司令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同样军舰在公海活动，只要是自己干的，就是维护秩序；轮到别人做，立刻变成紧张讯号。过去几十年啊，这个澳洲海空力量几乎年年出现在中国附近的水域，持续参与的各种行动。好，但是你能说这是双标吗？也不太能吧，毕竟中国跟澳洲的军事实力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就是来看到了澳洲的国防专家都说了，说呢，中国朝太平洋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就显示啊，中国已经具备了核三角的战略能力，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在太平洋区域军事战略野心正在扩大。那么澳洲以为啊，凭借着地理位置可以享有距离的安全优势的想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啊是可以打到澳洲的，所以现在澳洲是非常的紧张了。好，甚至呢，澳洲智库也指出啦，在北京展现出军事实力、大张旗鼓公开新技术的时候呢，解放军啊公布的任何的影片呢，都会马上被西方智库拿来解析即便呢只是背景的惊鸿一瞥呢，都可能展示出了新的军事装备部署位置。好，你说，既然你一公布影片就会被智库拿去解析，那中国不知道吗？其实他们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其中的宣传价值毕竟啊，传播跟讨论这些影像的网红啊，都渴望啊展现出自己国家的进步。所以看到了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大内宣、大外宣啊！有实力就不用去花钱请一些外媒来报道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先来请教这个永明教授。其实今年一整年呢，全球各国的国防预算加在一起将近3兆美元，而这里面呢，在军工产业的产值也来到了1.5兆，所以各国其实现在都在增加国防预算，都在购买新的装备武器。那一方面当然是美国他自己开始要把全球的这种所谓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呢，移转给他的这个联盟国，那甚至呢要他担负起一定自己本身的，不管是在经费上、在国防的防卫上等等这种战略上的能力。
因此你就看到从北约到亚洲都是如此。那当然相对的这个东西你这么做，那其别的国家也会开始在做，全球南方国家也开始在增加。那中间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当然就是中国大陆。我们从上一节到这一节谈到了很多中国大陆军武的发展，而且特别是过去这5年，中国大陆军武的发展非常的快速。那蛮有趣味的就是，当这些国家开始在向中国大陆这个试射潜射飞弹抗议的时候，那事实上去年9月，美国也试射了4枚的，就是3叉戟 D5潜射弹道飞弹呢，没有国家跟他抗议。然后呢，也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从加州打到哪里？打到马尔萨尔群岛附近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也没有国家跟他抗议。而上一次中国打洲际飞弹的时候呢，美国还说谢谢你告知我，这次就说哇你不透明，为什么不透明？你们有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巨浪2还是巨浪3吗？就我们吴钊燮讲。可是事实上这个改变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军事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其实是开始在提升了。那当然，我觉得整个军工产业，我刚刚开始讲，军费增加，军工产业增加。然后呢，军工产业里面最重要的这些稀土跟稀有的金属，那大概将近有1半是中国大陆掌控的。氦气还不是它掌控，只不过是它还是有做输出。因此，你就看到中国大陆，特别是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到整个稀有的矿产，大概从军工产业，甚至现在进一步到这个先进的这些制造业，大概都是掌控的。所以它的制造、它的市场以及它的整个供应链跟这些重要的原料跟稀土的掌控，其实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核心的问题。会看到来自于全球南方、来自于西方的这些压力呢，会越来越大的。所以接下来的氦气禁令会影响哪些 AI 的晶片或者是军工制造业的影响呢？我们请教彬哥。对中国大陆对氦气的需求，当然也是与日俱增，它自己的产量不足，所以它当然要赶快巩固自己现在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现在卡达这边受阻的话，俄罗斯这边的产量也降低，所以它大概会就是先用自己的库存，然后想办法大概会扩大，再去跟俄罗斯在做这一方面的合作。那当然，重点还是卡达这边、荷姆兹海峡这边还是要赶快开启，才会符合全世界的需求。因为其实现在被卡的是全世界，整个世界都在被卡，我们台湾也被卡。那只是现在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在做这些动作而已。那至于说梅洛尼公布的这一个东西，其实是西方国家早就知道，只是他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也就是你在很多的关键的，其实也不只是国防，你在很多关键的这个，不管是国防军事武器的零件或是原料上面，你在很多商业的生产的材料上面也都受制于中国大陆。那这个是欧洲几十年来一直深知，可是他们一直不想去碰这一块，为什么？因为你碰这一块，你就要重新从基础去建设这些相关的产业，你划得来吗？你做得到吗？那现在欧洲一直在很多经济的方面在跟中国大陆斤斤计较，想说你中国大陆的东西过度倾销，然后生产过剩，然后一直在欧洲攻城略地，造成了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他认为说要对中国大陆施加关税处罚。那如果你自己本身的软肋直接被人家抓住了，那请问一下，你跟中国大陆打贸易战，你会有胜算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大陆自己不是欧洲要去思考的事情。也就是你如果有这么多的把柄被人家抓在身上，我实在不知道这场战你到底要如何打下去。这个看起来对欧洲是完全没有利益的。那至于说这个澳洲这个司令，其实我很欣赏他这位前司令。他就明讲啊，反正我就是要这样干，我就是对的。这个其实不奇怪，因为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美国人在全世界是摆了明的双标，我可以到你家门口逛逛，但你不能来，你来就是破坏世界和平，我去就是伸张正义。就是美国人一直都有这种心态，他在全世界都这样，他从来不甩人家的什么领海啊，什么东西啊，他只看到什么经济海域，他从来没在管，他反正就是不接受，只要对我不利的事情我就不接受。那澳洲被称为美国在这个太平洋的副警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想法，也没什么好奇怪。但是问题是，我一直觉得澳洲人好像有被害妄想症，他一直认为说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他是有威胁、有压力。我讲一句实在话，中国大陆眼前最重要的当然是跟美国之间的竞争。
澳洲实在，我觉得我从来不觉得中国大陆对澳洲有什么兴趣，我实在是想不太出来。澳洲为什么一直觉得中国大陆好像要去侵略它？我一直在讲，在历史上真正侵略过澳洲的国家，那个国家叫日本。然后日本现在在寻求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它有可能重新走向军国主义。澳洲你怎么不紧张？你反而紧张中国大陆，我还真的觉得蛮奇怪。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真的是让大家看来就心寒吗？我们来讲小舰长。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司令啊，他讲这些话，那我们帮他盘点一下他的澳大利亚最近在东亚出现的一个频率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说按照这一些是曾经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的，这是2024年、2025年、2026年。2026年呢，这一架 P8A 就是澳大利亚的。那2024年呢，这4架的 P8A 也都是澳大利亚的。对，就是你讲的，你到台湾海峡来，你觉得正大光明。那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遵义舰编队，不过就去那么一次嘛，你就觉得哎呦那个芒刺在背。那另外，如果我们讲南海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南海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关于这一个航行自由行动，取而代之的叫做多边海上合作活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出现的国家就有澳大利亚，也有加拿大，也有日本，也有美国。可是这里美国的次数最多。那这里有一个最重要，每一次一定无一不语的成员国是哪一国？是菲律宾，因为这些国家都准备要赶快把菲律宾拉得赶快长大。那这里美国一共做了30次，那如果我们来对照日本的话，日本做了12次，澳大利亚你做了几次？你做了10次啊！所以你现在呢，你会觉得哎呦很心虚啊，其实你根本就是你的安全困境出现了。怎么说安全困境？因为当初你说你要做这一个 AUKUS， 你要做这个核动力潜舰，那你做核动力潜舰，你当初为的是什么？你当初不是就为的就是要来东亚吗？为什么？因为当初你是要跟法国买这个柴电潜舰的，结果你突然转向，你要跟美国跟英国合作。那我们现在看到这2种颜色啊，如果这个橘色的代表的是它如果是柴电潜舰可以在台湾附近周边出现的时候，它其实0天1天都不行。可是如果是核动力的话，它可以从澳洲的博斯出发之后，它还可以执勤73天。那如果南海的话，可以到达77天。那如果是柴电潜艇的话，只有11天。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其实这些事情做多了，他都忘记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至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发展啊，我们就先仅举一项，也就是 OTH 雷达。OTH 雷达就打到电离层再反弹下来，可以反弹2000公里。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就因此作为这个第2岛链它的一个募获的过程。但是中国大陆的进步呢，那它其实透过各种的这个论文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南华早报的报道了什么？它现在已经不用反弹回去了，它怎么做的？也就是电磁波打下来，这个是高频的电波，直接打下来之后，打到这一个目标，它进行散射的时候，旁边的舰艇也都可以收得到。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中国大陆它善用了非常多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原来就是半途而废的科技，然后成为自己的一个核心能力。好，先不用说中国大陆的科技有多进步了，它光是掌握了关键材料、关键稀土，就已经让各国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下去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东情势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川普又来放话了，他说啊，如果伊朗企图暗杀他，那美方呢已经备妥了1000枚飞弹，美军呢也有能力在1年内彻底摧毁并批评伊朗全境。
这句话我怎么已经听过了好久了？会不会真的是拖到了1年，然后都还没有办法有任何进展呢？好，但是啊，我们看到了川普给伊朗的最后倒数，就是周6之前要保证什么？荷姆兹海峡畅通，不要对商船开火哦，否则呢后果自负。他还说啊，伊朗已经要求我们继续谈判，我们也同意喽。但是啊，我们也告诉他们，现在停火已经结束了。好，但是呢，伊朗方面是怎么谈的呢？似乎跟川普说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因为川普是在10日说啊，说他们伊朗啊是愿意继续谈判，但是伊朗的议会议长呢又说美伊冲突不会以伊朗的屈服告终哦，也说伊朗从来没有提出要跟你美国谈判的诉求啊，但是同意要调解方访问伊朗啊。至于未来美伊谈判的安排呢，多方消息也再次呈现了一个罗生门的矛盾状态。更有消息说啊，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达要来举行4方会谈。好，但是现在美国嘴上说着要谈判呐，但是私底下也不算是私底下，也就是说军事动作还是不断的，像是他们就刻意炸断了中俄的援伊交通嘛。那美军也持续空袭伊朗90个目标哦，想要全面窒息伊朗经济。那么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也是发表了声明证实啊，确实这次的精准打击了伊朗境内90个军事和后勤目标。好，那至于这个美国提出了想要利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去制裁伊朗的提议呢，最近也是被俄罗斯还有中国给拒绝了。好，这个是3个欧洲成员国的要求，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呢，俄罗斯跟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利用安理会对伊朗采取行动。认为啊，随着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到期，安理会不再有任何法律授权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至于中方啊，则是认为美伊应该要维持停火，尊重当事方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好，所以是因为被这个中俄推翻了，所以不太高兴嘛。现在呢，转过头来批中俄的问题。来看到这个美方的军方领导人就说了，中国和俄罗斯啊，还是最主要的长期核威胁了甚至呢，民进中开调查也说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啊存在着一个深度的军事活动，甚至现在北约呢也加入了战局。来看到北约成员国啊，最近就宣布了一系列要加强研发武器生产还有供应链的一个国防倡议，为的就是来应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好，那北约秘书长也说啦，我们北约的成员国啊，我们必须要确保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在北极地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准入该地区呢具有日益重要的一些战略意义。好，这个是中国一直被北约给点名，所以现在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出来说了，中方是绝对反对吵翻这个中国威胁的，在北极渲染紧张啊，制造对抗。北约成员国不应该在每个场合都提到中国。好，但是现在北约到底还有什么用呢？就有学者也是唱衰啦，这个北约峰会啊，2天的北约峰会根本就是一场闹剧，是川普式的闹剧是川普跟西方政界人士互尬愚蠢的一个比赛。整个北约啊正在螺旋式滑坡向第3次世界大战，唯一的转圜机会呢，就是来自美德法3个国家正在累积的民间反战怒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只有川普下台了之后呢，北约才有可能重新起来吗？好，但是现在的川普有这么容易被选民给下架吗？我们就来请教杨永明教授。我是非常赞成哥伦比亚大学萨克斯教授他的观点。我觉得在这一次，事实上这几个月以来整个西方的这些领袖、媒体在不断的其实是针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特别中国的军事的发展，在做某种炒作。然后呢，任何议题都会牵扯到这方面。然后从就是供应链到稀有矿产的整个这个掌控，其实明知道其实这已经是自己当初决策的错误，你自己不愿意做同样的这个投资，希望能够享受便宜来自于中国或者是全球南方的这些供应，结果没有想到，当人家自己做起来，然后掌握整个供应链的时候，你倒过来说这是对你安全的威胁，是对你安全的威胁，那你怎么面对呢？那你自己要去开发，自己要去做。可是呢，
这我刚才补充的，因为这里面军火产业、军工产业现在的产值越来越高了。各位要知道，以前它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而且比较是属于这些大型的这些武器。现在呢，从无人机到飞弹，到甚至一些软体 AI， 那这些甚至未来的可能的机器人，都可能会有军工化或者是武器化的倾向，所以它的产值越来越高，因此它对于决策的影响，甚至对民间民粹的影响跟引导，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有人希望打仗，因为有战争，你才能做更多的军火，卖更多的军火呀。而政治人物怎么样一路爬到这个位置来，背后是有多少的政治现金、金主，就跟美国为什么一直对以色列这么的偏爱，那难道跟美国内部的犹太金主集团没有关系吗？那将来整个军火产业对于世界安全，尤其是西方，对于整个相关的这些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的差异，一定会持续的炒作。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发展就是这个潜射飞弹，要跟你达到核武平衡，相互的恐怖平衡，用某种程度就是冷战我们时候讲的相互保证毁灭。因为核武的吓阻啊，它不是在发射，而是在使对方不敢发射。所以呢，美苏过去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战争，美俄也没有在俄乌战场上，美国跟北约派一兵一卒。那未来的中美现在的情况已经形成，所以中美之间因为怕发生核武大战，所以不会有军事的直接对抗，代理战争就变成一个逻辑了。整个冷战到现在，代理战争就是消耗对方的一个做法。但你要打这个代理战争，你现在要透过民粹，你要透过军武经费，然后呢不断的制造就是这些所谓点火攻击，然后呢甚至产生意外事件冲突。那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萨克斯教授讲得很对啊。川普跟北约的这些国家，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俄罗斯，或者是甚至现在包含韩国说一天到晚喊的哪个国家对他的威胁，哪个国家对他的怎么样。他就算是相互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说是测试，他也说不针对任何国家，反而是你现在看到美国跟北约不断的指着中国的鼻子在骂。这个东西你会真的有助于和平吗？战略的克制表现在哪一方？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去背后的军工复合体的游说跟影响力量，其实会是个很恐怖的主导的力量，而可能真的会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也不一定。好，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跟伊朗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川普一直说要把伊朗给夷为平地，但他做得到吗？请教小舰长。实际上来讲，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美伊好像又准备撕毁这个 MOU 的暂时停火的 MOU 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就等着川普很快又说他会端出一个 big deal。那其实这个他已经说了39次了，那我们等他说第40次。那其实呢，双方都有那个想要克制对方，却又不敢大打一战的这一个限制啊。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个美国要直接攻击这个中俄铁路啊？那中俄铁路呢？那我们讲到说，从克什这里出发之后，它会经过哈萨克，以及经过这一个乌兹别克、土库曼，然后进入到伊朗。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我们现在这种讲法，感觉好像中国大陆会出口什么样的东西给伊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伊朗当它的一个霍姆兹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可以透过这一个管道，将它的原油提供给中国大陆来赚取外汇啊。那其实呢，那这条路未来还有另外一个走法啊，也就是为什么这一个无论是在北约，或者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土耳其，它都有各种的笼络，也就是这条铁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个这个德黑兰之后，它未来还会继续的通到安卡拉以及伊斯坦堡，
也就是到土耳其这个地方啊。那至于说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合作，对于美国来讲有多可怕？2024年那个时候的情报总监，那美国的情报总监就特别讲到了。如果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不断的在东亚进行，无论是空中巡航或者空中战略巡航，或者是海上联合的话，其实等于是美国在东亚的所有的一个部署以及所有的战术全部要重写。但是现在这个时段，我们又看到了那个中俄两方的一个这一个海上联合。那这个海上联合呢，这个地方在青岛啊。那我们看到他们以前呢进行联演的这个次数呢，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不断的提升。那也就是当这个质量提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说那个解放军的潜舰它的声音越来越安静？因为俄罗斯曾经卖 Kilo 级潜舰给那个中国大陆，结果取得了这个气垫阀，让它的这一个主机发电机所产生的噪音不会直接震动到这一个我们讲到压力壳，这个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中俄的深度军事合作真的是让美国还有日本都非常的紧张。不过我们来看到现在北约峰会真的如学者说的是一场闹剧吗？请教彬哥。其实还没有开之前，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就是个闹剧。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跟北约其他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各走各路，大家的想法跟利益都不太一样。那这样子怎么可能会还成为像过去这样团结一致的北约呢？实际上，特别是在川普这个执政之后，他的想法显然跟过去的美国总统差距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北约自己光是内部这种意见的差距，恐怕就搞得跟他们够呛。那更不要说团结一致去做什么行动。那倒是传出来说，那个以色列这边探得说，伊朗准备找人要干掉川普。我个人是有点怀疑这个消息，为什么？因为我想再傻的人都看得出来，现在川普的存在对伊朗非常有利，对不对？怎么会伊朗怎么会傻到要去干掉他呢？对，你如果换另外一个比较精明的上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是伊朗，我是绝对不会干这个傻事，要也是等以后再说。在现在这个阶段，绝对不会，因为川普的存在对伊朗是大利多啊。对啊。那至于川普一直在讲说他随时可以消灭伊朗而干嘛，大家都知道他做不到这件事嘛，因为做得到他早就做了嘛，不就让他已经讲多久了？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一直没想过一件事，你同样的嘘声恫吓，你讲了几十次之后，大概就不会有人理你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双方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停火还是必须持续谈下去，只是双方在互相在校正、在叫价而已。那当然，美国的攻击还是会对伊朗造成一些影响，但伊朗也一样有反击啊，所以双方还是这样继续缠斗下去。我觉得就看谁到最后真的精疲力竭吧。那至于说现在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我实在是看不出来，除了经济方面之外，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到底要怎么威胁欧洲？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霸权的本质不同在什么地方？中国在海外几乎没有基地啊，美国在全世界遍布了基地啊。中国在海外几乎没有基地，就已经在现实上面遏制了，它不可能像欧洲、像美国、像美洲、像澳洲去投射军力。